他是我爱了3年的学长，我高一的时候看见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他，但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透明，像他这样长得帅、人又好的万人迷怎么可能喜欢我？所以高中的我只是默默注视着他，不敢靠近。或许是运气好吧，我和他考上同一所大学，而且还参加同一个社团。这一切我事前都不知道，是直到在第一次桌游社迎新时看见他，我才又惊又喜，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。桌游社的迎新会在大学活动中心的2楼举行，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桌游，五颜六色的游戏板和卡牌让人目不暇接。我有点紧张地走进来，四处张望，试图找个认识的人。然而，当我看到何少燕那熟悉的身影时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这位同学，欢迎加入桌游社。学长学姐们热情地打招呼，我也礼貌地点头微笑，但我的目光却始终离不开站在一角的何少燕。友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突然，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我转过头，看见高中同学小慧正朝我走来，也是我现在的大学室友。小慧，你也加入桌游社吗？是啊，这可是我们学校最火的社团之一。小慧笑着回答，然后低声道：“你在看什么呢？”目不转睛的，那是何少燕学长，你认识吗？我压低声音，生怕被别人听见。当然认识，他可是校草级的人物啊。怎么，你对他有意思？小慧的眼中闪烁住八卦的光芒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。这时，何少燕注意到了我们，朝这边走来，我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。你们好，新来的新生吧？何少燕微笑住问道。对，我们是新生，我叫杨友晴，这是我的朋友小慧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些。我是何少燕，欢迎你们加入桌游社，希望你们能在这里玩得开心。他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，然后转身去招呼其他新成员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满是幸福的泡泡。能和他在同一个社团，这对我来说简直像是做梦一样。桌游社的活动开始了，大家围成几个小圈子，各自选择喜欢的游戏。我和小慧坐在一张桌子旁，选了一款看起来简单有趣的游戏。友情，你还是这么迷他啊？小慧打趣道。别闹了，快开始玩游戏吧。我笑着摇摇头，游戏进行得很顺利，我们和其他同学们玩得很开心。突然，何少燕走到我们这桌，问道：“可以加入你们吗？”当然可以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兴奋的脸颊微微发热。何少燕在我身边坐了下来，和我们一起开始新的游戏。过程中，她耐心地教我们规则，还不时幽默地开玩笑，让整个气氛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学长，你真的很厉害啊！这么多游戏你都会。小慧赞叹道。其实也不是啦，只是玩得多了，自然就熟悉了。何少燕谦虚地回答。我看着他那专注的神情，心里对他的崇拜又多了一分，对他的喜欢占据我的脑海。我从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他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何少燕的接触也越来越多。每次桌游社的活动，我都会故意挑他在的地方玩游戏，争取能和他组队或者对战，希望他能对我多些印象。他不仅仅是一个游戏高手，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。他的幽默风趣，他的温柔耐心，都让我对他越来越着迷。他从我的幻想活进了现实，我时常开心地想着关于他的一切。可是我在他眼中可能只是个普通的新成员，他对每个人都那么友好，那么亲切。一次社团活动结束后，小慧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安慰道：“友情，别太急，何少燕学长那么优秀，你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。”我知道，可是我叹了口气，他或许根本不会喜欢我，慢慢来，别胡思乱想。小慧拍拍我的肩膀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何少燕的关系也渐渐有了些进展。某天的社团活动结束后，他主动邀请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吃宵夜。友情，今晚要不要一起去吃宵夜？听说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烤肉店。何少燕笑着问我。好啊，我也听说那家店不错。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平静，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。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烤肉店，听着何少燕和大家聊起了各种有趣的话题。整个过程中，我一直偷偷观察着他，心里满是甜蜜。那一晚，我感觉自己离他更近了一些，但至少我不再是那个遥远的旁观者，而是能和他一起享受这段时光的朋友。日子过得很快，半年一下就过去了。桌游社的大家决定举办了一个圣诞聚会，晚上大家吃吃喝喝，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。灯光昏暗，气氛热烈，我感觉自己已经有点微醺。当轮到何少燕时，他选择了大冒险。那你去向一个在场的一个女生告白。社长笑着说，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。何少燕环顾四周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她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友情，我喜欢你。我的脑袋有些蒙蒙的，酒精在血液中流窜，让我感到有些不真实。哈，我疑惑地看住他，以为自己在做梦。
又或许是开心自己被他选到了，即使只是大冒险。我说我喜欢你，杨又晴。他重复了一遍，语气认真。房间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。我愣住了，只是呆呆地看住他，心跳得更加厉害。答应他，答应他。旁边的朋友们开始起闹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我也喜欢你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我竟然说出来了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旁边的伙伴们更热烈了，那和我交往好不好？他笑着问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好，我点点头，内心的激动几乎要溢出来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就成了情侣。我甚至说游戏不用当真，但他却说没关系，这样也挺好。虽然我知道这只是因为一场游戏还有起闹的结果，但何少燕对我很好，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外活动，她总是照顾我，让我感到温暖。又晴，今天晚上有篮球比赛，要来看吗？何少燕发信息给我，当然要去，你要加油。我马上回复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比赛当天，体育馆里座无虚席，我在观众席上挥舞着加油棒，为他加油打气。何少燕在场上挥洒住汗水，每一次投篮，每一个动作都让我的心跳加速。少燕学长真是帅啊！旁边的女生忍不住赞叹，果然还是那么万人迷。比赛结束后，何少燕走到我面前，我笑着递给她一瓶水。累不累？还行，等等我们去吃宵夜吧，庆祝一下。她提议。好啊，我高兴地答应，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表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就和一般的情侣一样，但心里告诉我哪里不对劲。我曾听说何少燕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人，他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即使女生现在在国外念书，已经许久没有联络。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看到何少燕的皮夹里，那是一张她和别的女生的合影，两人笑得那么开心，那种亲密感让我心里一阵酸楚。后来我偷偷问了学长的朋友才知道，那个女生叫做方淑月。又晴，你还好吗？小慧发现了我的异样，我没事，只是有点在意。我勉强笑着回答，有事不要闷在心里，我挺你。小慧给了我大大的拥抱，安慰我。好，谢谢你，还好我还有这样的朋友。我一直说服自己，这样已经很幸福。他对我很好，温柔体贴，也会过节送礼物、出门约会等等，是个无法挑剔的好男友。即使我知道他的心里装的不是我，我也觉得没关系。我觉得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，只要继续在一起，或许哪天他也会对我动心，更喜欢我一点。反正他心里的那个人不在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直到那一天，是个晴朗的周末，我和何少燕约好去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约会。咖啡店位于一条宁静的街道上，店内的装饰充满了文艺气息，墙上挂满了黑白照片，让人感到既放松又惬意。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，他则选了一杯美式咖啡。我们坐在窗边，看住窗外的行人来来往往。又晴，你喜欢这里吗？他微笑着问我。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充满了甜蜜。那以后我们可以常来。他低头啜饮了一口咖啡，神情放松。就在我准备回答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何少燕看了一眼屏幕，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。他迅速接起电话，喂，是我。什么？你回来了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他的语气充满了紧张和焦急。挂断电话后，他看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歉意。又晴，我有急事要去处理，我得先走了。我的内心警铃大作，那个电话肯定不简单。学长，是谁打来的？我试探性的问。哦，只是一个老朋友。他没有多解释，匆匆站起身来。对不起，下次再好好补偿你。看住他匆忙离去的背影，我的心一阵刺痛。虽然他没有明说，但我隐约感到这一切都与方书月有关。难道他回来了吗？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，像是要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桌上的咖啡还没凉透，可我的心已经凉了一半。后来的几天，何少燕变得越来越忙，总是有各种理由不能陪我。每当我问起，她总是说对不起，最近事情太多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小慧一起在宿舍里，她看出了我的不安。又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起来不太开心。小慧关心地问。学长他最近很忙，我找他都没什么回应。我低声说出心中的难过。怎么会呢？你们不是在一起很稳定吗？小慧皱起眉头，他最近总是说有事，忙到见我一面都很难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小慧想了想，然后说，那你要不要试着找他谈谈，说不定只是你的误会。我点点头，心里下定决心要和何少燕好好谈一次。周末，我终于找到机会和何少燕单独谈话。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，点了几道简单的菜，气氛有些尴尬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又晴，最近有点忙，疏忽了你。何少燕先开了口。学长，我只是觉得你的变化有点大。我犹豫了一下，
还是说出了心里的话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握住我的手，对不起，最近可能真的有点忙，但我并不是故意要冷落你。那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试图从中寻找答案。何少燕犹豫了一会，最后叹了口气，我的青梅竹马回来了。我最近都在忙住他的事情，我们感情很好，所以他有些依赖我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果然是他。我感觉到一股无法言喻的压力，仿佛一块巨石压在胸口。这样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强忍住眼中的泪水，努力保持冷静。对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他突然从国外回来，又没有几个认识的人，所以才找我帮他。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所以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和他见面？我试探性的问。他需要我的帮助，我不能拒绝。他低下头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我的心碎了一地。原来我一直以为的幸福，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原来他心里的那个人，始终是他。那天之后，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。何少燕依然对我很好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心思不再完全在我身上。每当他接到电话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露出焦急的神情，那是对方疏越的在乎。有一次，我和他一起去图书馆学习，他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，不时拿起手机查看讯息。学长，你在等什么重要的讯息吗？我忍不住问道。哦，没有，只是朋友有事找我。他笑了笑，显得有些勉强。我的心一阵刺痛，明白他口中的朋友就是方书月。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那么卑微，但还是忍不住问道：学长，是方书月吗？何少燕愣住了，然后叹了口气，右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无法完全放下他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彻底崩塌了。原来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，在他心中始终比不上方书月的存在。那我呢？我在你心里又算什么？我声音颤抖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右晴，对不起。他伸手想要安慰我，但我却后退了一步，不让他靠近。学长，我想我需要冷静一下。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坚强，但心里早已一片荒凉。我失落了好几天，心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痛楚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回忆着和何少燕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虽然我们还没有正式分手，但我知道事情正在往我不想的地方发展。那天，我抱住希望来到桌游社的聚会，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只要努力，不去在意，或许一切还能恢复正常。可是，当我推开社团活动室的门时，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僵住了。何少燕正站在一角，旁边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，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皮肤白皙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少女。她的眼睛闪闪发亮，微笑着和周围的人交谈。右晴，快过来。小慧在另一边招呼我，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，走过去。我没有问这个女生是谁，因为我知道她就是少燕学长的青梅竹马方书月。右晴，你还好吗？小慧看出了我的不安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没事。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，但内心的波澜却无法平息。聚会开始了，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，开始进行桌游。何少燕和方书月坐在对面，他们似乎聊得很开心，时不时低声交谈，笑声轻快。右晴，轮到你了。小慧提醒我。哦，对不起。我有些慌乱地拿起手中的卡牌，试图集中注意力，但我的视线却不由自主地飘向何少燕和方书月，心里的苦涩越来越浓。方书月真的很漂亮，说话也很温柔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优雅，自然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男生们围着她打转，似乎每个人都想得到她的注意，而何少燕则始终陪在她身边，眼神中充满了温柔和关心。少燕，你真的很厉害。这个游戏好好玩呀！方书月甜甜的笑着，声音如同银铃一般。你喜欢就好，你喜欢我就陪你玩。何少燕的笑容是那么的好看，却不是属于我的。我感到自己的心被针扎了一样痛。他们在我面前这么亲密，而我却只能强装镇定，像个局外人一样看住这一切。右晴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小慧再次问道，眼中充满了担忧。我真的没事。我勉强笑了笑，心里却无比的煎熬。聚会结束后，我匆匆收拾好东西，想要赶快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地方。然而，何少燕却追了上来。右晴，等一下！她叫住我。学长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停下脚步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。她皱着眉头，眼中充满了关心。没有啊，只是有点累。我勉强笑了笑，心里却感到一阵酸楚。我和舒月只是朋友，没有什么，你不要讨厌他，好吗？他低声说道，神情有些愧疚。没关系，学长，我知道你和方舒月是只是朋友，可我又算什么？我没有说出口，
他刚回来，也刚转学到我们学校，我只是想帮助他。何少燕解释道。我明白，你不用解释。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，但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。友情，我真的很在乎你。他伸手想要触碰我的脸颊，但我轻轻避开了。我知道，我也很在乎你。我苦笑，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脸，但肯定笑得很勉强。少燕，这个要放哪里？方书月的声音从教室里面传来，打断我们的谈话。看住他走进去的背影，我转身快步离开。我感到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我无力地靠在墙边，心里满是无助和绝望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何少燕保持距离。我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喜欢他，因为我无法忽视他对方书月的在乎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，这样的爱情值得吗？我是否应该继续坚持，还是应该放手，成全他们？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是躺在床上，思考着这些问题。小慧看出了我的纠结，经常陪着我，安慰我。友情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她总是这么说。可是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我苦笑着回答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，那是不会幸福的。小慧语重心长地说，我知道她说的对，但要放下何少燕，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。那是整整3年的喜欢，他是我的初恋啊。本以为假装不知道就可以忍受，可我终究还是受不了。这些日子，何少燕对我有爱情吗？还是只是我自以为是的感动？终于，我决定和何少燕好好谈一次。我们约在学校的操场上，夕阳西下，天空染上了一层温柔的橘红色。学长，我想我们需要谈谈。我开门见山地说。好。他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放不下方书月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说出了心里的话。他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轻轻点头。是的，我对不起你，这对你不公平。学长，我一直以为我们可以慢慢培养感情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友情，他想要说什么，但我打断了他。你真的喜欢过我吗？我望向他的眼睛，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。我们还是分开吧，你的心里没有我的位置了。我平静地说，心里却像是被刀割一般疼痛。他愣住了，然后低下头，对不起。看住他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分手后，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天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颜色。回想起和何少燕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手机上显示着我们最后的聊天记录，那些简短的对话看起来是那么陌生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知道这段感情终究还是结束了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